医学已经证实，如果你长期大量接触这种含有苯并芘的工业废油，会大幅增高你胃癌、肝癌、肾癌和膀胱癌的风险，甚至连血液癌症的风险也会跟着上升。你觉得啊，在这次中联毒油事件当中，这个厂商整整隐匿了3个月才通报，这个厂商可不可恶？你觉得食药署在处理下架流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严重失职？你觉得主管机关的首长该不该为这次毒油伤害全台湾民众健康的事情负起责任？该不该下台？欢迎各位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一起来讨论这件事。但是我今天这支影片呢，不是要来指责任何人的，我是要跟大家认真分享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已经吃到中联的致癌毒油，你现在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尽快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让健康尽快恢复？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到底是怎么变成致癌毒油的？以前用了那么多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一次出事了？按照食品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任何食品只要经过高温烹调，或者是不完全燃烧的过程，就有可能产生致癌物。这不是只有油才会有的问题，蛋白质会产生异环胺，淀粉会产生丙烯酰胺，油脂超过150度的高温处理之后，就会产生多环芳香烃化合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明确定义，这3种物质都是1级致癌物。所谓1级致癌物，就是已经被科学证实、确定会致癌的东西，不是可能，是确定。这次中联的问题是他们更换了来自巴西的大豆原料之后，因为原料水分含量偏高，在精炼的过程当中温度拉得比较高，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大量的多环芳香烃致癌物。里面最毒的那一种就叫苯并芘。苯并芘依照法规的限制，每公斤不得超过2个微克，不是零检出，就是说还有一点点容许浓度。但是中联这批油实测高达8.1个微克，已经超过法规上限4倍以上。苯并芘是一种脂溶性的致癌物，一旦被肠胃道吸收进去，就会迅速进入我们的细胞，然后跟细胞核里面的 DNA 结合，导致基因发生突变，让癌症的发生风险大量增加。医学已经证实，长期过量摄入含有苯并芘的食用油，会大幅提高胃癌、肝癌、大肠癌还有肺癌的风险，甚至连皮肤癌的风险都会跟着升高。好，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这几个月有没有可能已经吃到中联的致癌毒油了？如果你觉得有可能，请在下方留言区打一个1。如果你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吃到，请打0，那我就真的要恭喜你，你运气太好了。不过我要跟大家说，我自己一开始也以为我可以躲掉，因为我平常对吃的东西还算注意。可是最近仔细一想，发现自己这段时间在外面吃饭的次数不少，饭店、便当店、连锁餐饮、超商的饭团、各种调味料，这些地方用的油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当下就意识到，连我这个整天讲健康的医师都没有办法完全逃掉。各位网友，你们又怎么可能真的完全没有吃到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事件的规模，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认真讲这件事。中联的大豆沙拉油原本占了台湾整体食用油市场将近70%的份额，这个数字你有没有感受到？70%，而且这批有问题的油4月就已经开始流入市面，流进了饭店、连锁餐饮业、小吃摊，甚至超商里卖的饭团跟各种调味料当中都含有这种油。到了出事被曝光之后，官方宣布要回收，总共大约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经过一整个礼拜的回收，结果只收回来43公吨。你算一算，剩下那1000多公吨的油在哪里？全部都已经被吃掉了。大家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把这些毒油统统吃进肚子里去了，而且连续吃了整整3个月。这种潜在的伤害、癌症风险上升的问题，可能要好几年之后才会在癌症统计数字当中慢慢浮现出来，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也会有人说，苯并芘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出现在食用油当中，你吃烧烤也会吃到，抽烟会吸到，吸二手烟也有，汽车废气、工厂排出的废气里面都有多环芳香烃，而且食用油里面的浓度其实算低的，有什么好怕的？没错，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食用油这个东西是你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天都在吃的，而且这次是连续吃了整整3个月，
频率高，剂量稳定，长期累积。这种情况跟你偶尔去吃一顿烧烤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吃烧烤不会每天吃，顶多1个礼拜1次。二手烟可以尽量避开，汽车废气没有人会刻意去吸，但是食用油你根本无从回避。这2种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帮大家找到了一篇2025年发表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期刊当中的回顾性论文，题目是人类与动物不可避免暴露于多环芳香烃，当前解毒策略与未来展望。这篇文章帮我们整理了目前科学界对于苯并芘这类脂溶性毒素的代谢排毒机制，我把重点帮大家整理出来。苯并芘这类多环芳香烃化合物跟代奥辛、塑化剂一样，都是脂溶性的毒素，一旦被消化到吸收之后，会迅速跟体内的脂肪组织结合，代谢速度非常缓慢，所以要减少它对健康的危害，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要尽快把它排出体外。这个排毒的过程主要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毒物代谢氧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靠的是肝脏细胞里面的细胞色素 P450 系统，这个系统会催化多环芳香烃化合物的氧化反应，把这些脂溶性的毒物开始分解。但是这个催化过程本身也有风险，因为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有毒性的中间产物，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也会对细胞本身造成伤害。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身体里面有足够的抗氧化物质来保护细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补充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植化素的食物，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深红色和深紫色的水果，这些食物里面的抗氧化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在代谢毒素的过程中减少额外的细胞损伤。第2个阶段叫做共轭结合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依靠肝脏当中的谷胱甘肽转移酶，把第1阶段产生的那些不稳定的有毒中间产物跟谷胱甘肽还有硫化物进行共轭结合。通俗来讲就是把毒素包起来，提高它的水溶性，降低它的反应活性，这样子毒素就可以透过胆汁或者尿液被排出体外，而不会继续在细胞里面乱跑乱搞破坏。所以这个阶段肝脏里面有没有足够的谷胱甘肽和硫化物就变得非常重要。谷胱甘肽含量高的食物包括芦笋、酪梨还有菠菜，硫化物含量高的食物首选当然是大蒜，然后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包括花椰菜、高丽菜还有大白菜。这些食物平常看到就要吃，不是只有现在出事了才吃，是要养成习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毒素本来就很多，肝脏随时都需要这些营养素的支援。第3个阶段叫做毒物排出体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依靠细胞里面的通透性蛋白，主动把已经被氧化处理过的毒素运送到细胞膜外面，透过2个途径排出体外，一个是透过粪便排出，一个是透过尿液排出。从粪便排出这条路是这样运作的，肝脏会把毒素透过胆汁带到胆道，然后排到小肠，但是问题在于小肠末端有一个叫做肠肝循环的机制，它会把胆汁里面的东西重新吸收回体内，这样子毒素就又回来了。所以要打断这个循环，让毒素真正从粪便排出去，关键就在于要吃足够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可以想象成一块海绵或者一张过滤网，它会吸附肠道当中这些脂溶性的毒素，阻止肠肝循环把它们再回收进去，让它们直接从粪便排出体外。所以这个阶段要多吃粗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包括糙米、燕麦、各种叶菜类的蔬菜。同时这些食物当中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也能够帮助益生菌生长，维持肠道菌相的平衡，让整个排毒的效率更好。讲完了这3个阶段，给大家整理一个简单好记的口诀。第1句，3蔬2果1茶饮，护肝排毒身体清。3餐都要有蔬菜，上面讲到的那些蔬菜任选1、2种，每天至少吃2种水果，红色的、紫色的都很好。饮料可以喝无糖绿茶或者无糖黑咖啡，这2种饮品里面的多酚类物质对肝脏的解毒也有帮助。第2句，少糖少油少加工，动起来喝水放轻松，油要尽量少。这次的致癌毒油事件，吃越多油的人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少油的习惯可以从源头减少毒素的摄入量，糖也要少，少糖可以减少体内的糖化中产物，降低慢性发炎。少加工食品，因为加工食品厂商用的油不可能是什么昂贵的好油，价格越低，
越不透明的油脂，出问题的风险就越高。少吃加工食品，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吃到这类廉价劣质油脂的机会。运动要做起来，多喝水，这2件事可以帮助水溶性的毒素从汗水和尿液当中排出去。不要小看这一步，它非常实际。如果你觉得上面讲的还是有点多，记不住，没关系，给你一个最懒版的执行清单，只有几条，非常简单。第一，每天一定要吃1盘绿叶蔬菜，地瓜叶、菠菜、花椰菜都可以，任选1盘，每天吃，不要缺席。第二，每天一定要吃1个水果，苹果、芭乐、蓝莓都行，挑你喜欢的，重点是要吃，不要用喝果汁代替，因为膳食纤维喝掉就没了。第三，每天吃1片黑蒜，黑蒜当中含有高浓度的硫化物，可以帮助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同时减少发炎反应，也有研究指出它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这个东西真的很值得养成每天吃1片的习惯。第四，每天要多运动，多喝水，运动至少30分钟，水至少喝到2000毫升。这2件事做到了，水溶性的毒素才能够真正从你的身体里面排出去。你能做到这4件事，你的毒素就可以透过粪便和尿液明显的排出去，减少这些毒素长期累积在体内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最后再问大家一次，你觉得你自己这几个月有没有可能已经吃到中联的致癌毒油？欢迎在留言区打一打，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看完今天这支影片之后有什么感受。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希望大家从今天起把上面说的这几件事做起来，不要等到身体出问题才开始重视。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按个赞，想要持续获得最新的健康资讯，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回见。